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与仙齐名的麒麟脸？这是一只麒麟，没错，一头紫色的麒麟。赤龙老道异常激动，出现在叶凡的身边，死死地盯着碗口大的神元。这时，神元霞光内敛，开始吸收天地精气与日月精华。其他人也终于见到了里面的生命体，无不震惊。天啊，真的是一头麒麟！太逆天了，怎么会有这种生物？这可是与真龙还有仙并列的存在啊！可是它也太小了吧，不足婴儿拳头大。10元内喧嚣震天，没有人可以平静。自古以来，关于仙没人能说清，同样仙灵亦如此。许多人推测不存在真龙，只有形似它的蛟龙，而麒麟亦可类推。实在太小了，难道这是太古前天地孕生出的一头幼小的真麒麟？神圣的气息极其浓烈，让10元内人的像是受到了洗礼，似乎得到了净化。这不是麒麟，这是一枚种子。赤龙老道突然开口，但并没有失望之色，相反情绪更加激动了。一枚种子，叶凡的手指都成为了晶莹的紫色，轻轻托起碗口大的紫色神经，他被一股神圣之力洗礼，浑身都披上了一层紫雾。赤龙老道非常激动，双目中赤芒闪动，盯着这块金世真经。他的话语微弱，只引起了少数人的注意。天字号10元，人声鼎沸，嘈杂震天，人们情难自禁。所见太神异了，竟然是一头紫色的麒麟。神经内蕴的紫麒麟虽然很小，不足婴儿拳头大，但却拥有无与伦比的生命力。它在吞吐日月精华，无尽的灵气被引动而来，每次吐纳都如一次潮汐澎湃，让在场的人都如受洗礼，浑身舒泰。这一切无比神妙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世仙珍，拥有难以估量的价值。紫麒麟，天地间竟然真的有与仙并列的生灵，记忆在梦境中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它是天地交太运生出的仙灵，始于太古，甚至冥古年间，今日才出世。众人无不激动，没有人能保持平静。如果不是赤龙道人站在那里，恐怕一场流血大战已经发生了。即便如此，一群糟老头子也都跟吃了春药一般，龙精虎猛，挤到了近前，眼睛都红了，包括诸圣地的太上长老。至于在诸圣子与诸圣女，强大如他们也不可能比得上自家的太上长老以及威震一方的大妖，全都衣冠不整。年轻一代差点全被挤出来，让几位圣女都大皱眉头。姬家的小月亮还有大夏的小尼姑更是哇哇大叫，抗议老辈人物。很伤，这是瑶光的人最真实的写照。逆天子麒麟出世，守护10元的人有抹脖子的冲动。其实魔胎被置于10元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，一直被当作半废之石冷处理，结果却爆出这样一宗惊世的仙珍。老朽代表万劫教想买下此奇珍。万劫教了不起啊，老夫代表阴阳教诚心买此仙珍。你们买得起吗？紫麒麟价值几何，你们知道吗？当即便有一位圣地的太上长老轻斥：我们买不起，你买得起吗？各大教的老不死级人物并不畏惧诸圣地的太上长老，冷斥还以颜色。一群糟老头子大有出手战一场的冲动，全都无比的激动，再无一丝笼中老态，表现得比年轻的圣子甚至还要精壮。姬家的小月亮还有白衣小尼姑抱着不安分的神残，又一次次哇哇大叫，抗议老辈人物踩了他们的小脚。行了，你们不要争了。姬家的大能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他高大魁伟，银发如雪，皮肤如羊脂白玉，是名副其实的圣主级人物，没有人敢把他的话语当耳旁风。赤龙老道更是冷哼了一声，道：有什么可争的？他背负双手扫视在场的所有人，目光所过之处，众人无不凛然，没有一人敢开口反驳。这样的超级恐怖人物，敢大模大样的去杀瑶光圣主，还敢停驻神城内，足以说明了一切。即便是姬家大能第3大寇徐天雄，中州大夏的皇叔都对他敬而远之，隔开一段安全的距离。这枚种子，我大夏想争上一争。中州大夏的皇叔上前一步，即便忌惮赤龙道人，但面对这宗神物也绝不能放手。他异常珍贵，值得求到手中，哪怕会有危险发生，也必须要搏上一搏。我姬家也愿出天价求购。姬家的大能坚决的开口，唯有徐天雄没有说话。他虽然敢与诸圣地叫板，但此刻却无法去抢。论手段，他惧赤龙道人；论财力，没办法与另外2人相比。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，心中一片冰凉。这紫色的仙麒麟，纵然再可贵，也轮不到他们来出手。怎么会是一枚种子？很多人不解，瞠目结舌。为什么是种子啊？不是麒麟小兽兽吗？白衣小尼姑总算凑到了大夏皇叔的近前，没有人再敢拥挤。他小声的咕哝道：麒麟与仙一样，是否存在，没人说得清，纵有也不临凡尘，我们见不到。大夏皇叔很溺爱白衣小萝莉，轻声解释道：祖爷爷，他到底是什么？姬子月撒娇，
摇动姬家大能的手臂，根本不怕他。这是一株神药的种子，为世间最珍贵的圣物。姬家大能答道：“太古麒麟神药的种子。”叶凡在万龙朝见过真龙神药，自然可以推想出麒麟神药是什么样子。众人哗然，没有想到会是这样，一枚种子怎么会成麒麟状，且有这么强大的生命波动？在叶凡的手中，紫色神经内那只小麒麟栩栩如生，具体而微，身披龙鳞，似在凌波踏水。它具有龙头、鹿角、狮眼、虎背、熊腰，此外背负图典，像是一种天道神纹，极其的玄奥。传说是真的，有老辈人物喃喃自语：神药极其稀少，纵然是在太古年代，也寻不出几株，可让寿元干和盖世高手获得新生的机会，就更不要说对其他等级的修士的疗效了。因此被尊为天地间最珍贵的圣物。几乎每一株神药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很难寻到相同的第二株，由此也能看出它的珍贵与神圣。每一株神药都几乎不可繁殖，是唯一的。若是被毁，那么也意味着永远的从天地间除名，故被称为无上神品。而这也是如今不见其踪，神药彻底绝迹的根本原因。不可繁殖，为何还有这样一颗种子？有人疑惑，轻声嘀咕：是独一的神药自己涅槃而成。有老人解释：太古神药无双，皆可通灵，当遭到毁灭时，他们可以逃走，能飞天遁地。而更为神奇的是，他们有时也会涅槃重生，自身会浓缩，化成一粒种子，破空而去，选择更为适合生长的仙土。这是一株太古神药涅槃而成的种子。在场的人张口结舌，石园内外一片安静，落针可闻，人们非常吃惊。神药还有另一个名字，不死药，有生死人肉白骨的逆天之力，而他们自己也几乎不死。此时此际，所有人都明白了它有多么的珍贵。对于诸圣队来说，它绝对是无价圣物。这枚种子有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波动，证明它生机勃勃，绝对可以栽种成活。诸圣地传承十几万年都不朽，培养一株神药，绝对可以等得起。即便数千年成熟一次也足够了。每数千年采摘一次神药，积攒几次下来，为有望走上大地之路的人杰不断续命，说不定可以堆出一个大地来。想到这一结果，诸圣地的人能不眼红吗？这是无上圣物。叶凡切出过残缺的人形太古神药，虽然有根茎，但若无神拳浇灌，根本不可能活过来。不要说其残缺的厉害，纵然是完好无损的，如果不能成活，也无法与这没有生命的麒麟种子相比。现在不用谁说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枚种子远比太古王的头颅珍贵，尤其是对于诸圣地来说，是值得撕破脸皮来争夺的仙珍。况且就种子本身来说，也是续命的瑰宝，因为它是神药涅槃而成，保留有无尽的不死物质的精华。所有人眼睛都红了，幸亏有赤龙道人站在叶凡身边，不然的话，他性命堪忧。价高者得，最是公平。姬家大能开口，诸圣地的人附和，他们没有高手在此，只能以财力争取，不然的话，一个徐天雄就足以屠了所有人。赤龙老道开口，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想排斥我在外吗？他话语平静，但却让人心惊肉跳，继续道：古之大地不是神药堆出来的，如果自己悟不透，就是给他9次转生的机会，也照样白搭。神药种子，它形如麒麟，且背负道纹，犹如天图，极其玄奥，神异莫名。此刻，它不断汲取日月精华，像是在复生，吞吐精气，如海浪在起伏，让石园内所有人都沐浴在神圣气息中。叶凡持麒麟种子，通体都成为了晶莹的紫色，如玉一样。他真的不想卖出去，很希望可以留在手中。我们先不要争，还是赶紧完成阵文吧。万一血祭台中跳出一个神女来，将是大祸。姬家大能建议，想刻好阵文，以防万一。至于麒麟神药的种子，可以等到赌石结束后再议。小叶子，我们保不住这枚种子。李黑水暗中传音，不断叫苦与啧舌。此时，众人望向叶凡的目光明显不同了。先切出蛊虫神元，又切出麒麟神药的种子，力压元烛宗师，让人震惊。纵然是心高气傲的诸圣子与诸圣女都在传递善意，伸出橄榄枝，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。未来的元天师，许多人已经为他打上了这样的标签。如此年少就以力压元烛宗师，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，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代奇人。就是几位圣主级人物扫过他时，眼光都有些不同了。继续切食吧。南宫齐面无表情的开口。切出神药种子又如何？难道比得上神女吗？到头来还不是要输给我们？袁术谷世家的几个年轻人非常不服气，低声冷笑：哼，切吧，恭祝他从仙坟中切出更稀珍的圣物来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收获更丰盛。他们自信可切出神女，将见证袁术史上的奇迹，不相信世间还有比这更珍贵的东西。那你们就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着，看我们从仙坟中切出一个仙人来。李黑水嘴硬，其实他很心虚。
叶凡来到仙坟前，默默打量，仔细感应，唰的一声亮出一道银芒，就要挥动灵刀斩落下来。忽然，一种莫大的危机感出现在他的心间，一种毛骨悚然的气息笼罩全身。他携仙坟如雷光一样飞退，可是原地并未出现什么，没有危险降临，也无异常显化，宁静如常。怎么了，小叶子？李黑水暗中传音，露出紧张之色。没什么。叶凡摇了摇头，站在原地，准备重新切石。嗡！叶凡双眼紫芒闪烁，元天神诀又生出警兆，他觉得再次受到了死亡的威胁，令他悚然。他轻移脚步，如谪仙翩翩，闪到了一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心中惊疑不定。难道是那几个老东西要杀他？可是他并未感觉到龙气冲来，也无地脉波动，没有什么破绽。你在做什么？与仙坟共舞吗？真是可笑！袁术古世家的一位年轻子弟嘲讽。不赶紧切石，这样磨磨蹭蹭与坟墓同舞，很有意思是吗？另一名袁竹世家的弟子大笑，当众揶揄：把你们那2片抹布闭合紧，不要随便吐脏东西。李黑水斥道，言语同样很恼人。是你们不知所谓，抱着一座石坟乱走，怪得了谁？叶凡没有理会他们，他盯住仙坟，认真琢磨，难道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溢出了恐怖的杀意，让他生出了警兆？想到这个问题，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这是极其严重的后果，仙坟中亦有活着的生物不成？且他已经觉醒，彻底复苏了过来。如果是这样，多半会有血流成河的惨剧，而他将首当其冲。真的这么严重吗？叶凡将仙坟放在地上，以元天神诀仔细观探，让他颇为意外，内部无杀气溢出，且有丝丝神圣气息流转。这时，一片云朵飘过，挡住了太阳，投下一片阴影。他忽然警觉，想到了什么。叶凡抬头向对面望去，南宫奇等4个老家伙负手而立，面带笑容，一动不动，正在盯着他。太恶毒了！叶凡的脸色很难看，一下子沉了下来。对方几次对他出手，完全是想斩尽杀绝，他不过被动防卫了几次而已，可是他们却变本加厉。如果不是他学过元天书、元烛精战，懂得许多古老的秘法，且刚才灵光一闪，恐怕至死都不知道是如何被害的。南宫奇他们没有动用龙气、地脉等，是在以势杀人，这是元烛中的不实秘法，杀人于无形中。他们的站位很讲究，震封了天字号10元的天势与地势，这里其实众多，自然不弱于天生龙脉的大势。4人在以元术中的古法引导龙脉，大势准备发动雷霆一击，于不知不觉间将它化成龙血。叶凡真的怒了，几人元术精深，连这等秘法都懂得，可是出手太阴毒了，屡屡暗害他。你到底行不行？不切仙坟就认输！袁术古世家的年轻弟子冷笑，皆带着嘲讽之色盯着叶凡，走来走去，始终不敢切开古坟。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们家的老头子想杀我，你们让我如何去切？叶凡直接点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原因所在，而且他蓦地迈步，快速走到10元的几个关键位置，不断勾动龙脉大势。南宫奇几人顿时变色，4个老头子皆快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同时对不远处的弟子喝道：“退！”噗！一名正在对叶凡冷笑的元烛弟子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凝固了，脏腑被此地龙脉大势化成了脓血，尽管外部腔体无恙，但是生机已绝，直挺挺倒在了地上。哗！10元内外一片哗然，元烛杀人于无形中，让他们心惊肉跳，竟然这么恐怖！不光你们懂得元术中的古老秘法，我也懂，想杀人我陪你们玩。叶凡丝毫不惧，面对南宫奇几人道：“还要不要继续？我奉陪到底，我也有杀生大数未出呢。”围观的众人全部倒退，元术宗师对决竟这么可怕，不知不觉就要人性命。人们终于明白，为何昔日元天师纵横天下时，连个大圣主都无可奈何了。纵然不懂得正统的修行之法，但一样有今天的手段。你，元术古世家幸存的几名弟子脸色苍白，全都倒退了出去。南宫奇几人脸色难看，神色冰冷，什么也没有说。你们4个老东西联手对付古风，还要不要脸？李黑水怒道：“无妨，他们有手段尽可展出，我接着。”叶凡很平静，睥睨四方，傲视4位元烛宗师。众人吃惊，元烛少年宗师镇住了元烛世家的人，所有人都一呆。叶凡没有继续切仙坟，而是开始在玉竹林中布置，道：“为了所有人的安危，我还是隔绝出一片净土吧。”元烛对决有生死，古世家的子弟早就扬言要在对决中踩死叶凡，众人直到这时才相信，并非相基于挤兑的话语，而是真的。此时，姬家的大能徐天雄、大夏皇叔刻好了阵纹，将血祭台放在了中央。你可以切此石了。赤龙老道示意南宫奇：“好，那就由我来先切石吧。”南宫奇向前走去，
不过并没有接近，而是准备隔空出刀。四大宗师出手，已经观探出里面有神女，他可不想将其惊醒后惨被击杀。这阵文稳妥吗？有老辈人物心中不安，如果是太古王族出事，那很有可能是尸山血海，浮尸百万。其他阵文也许不行，但此阵文足矣。这是神城天牢的道文法则，可拘禁一切高手。一位圣地的太上长老道：神城与世同存，可追溯到最早的人类时代，没有人知晓其真正来历。他所拥有的天牢不可想象，绝顶高手陷落进去也难以逃出来，故此三位圣主级人物都不是多么担心。咔嚓，南宫齐隔空挥刀，银芒如匹练，盘舞于空中，非常的灵动，似一条真龙在舞动。而就在这一刻，一股浓烈的气息冲了出来，纵然不懂得元烛的人也都一阵悸动，感觉到了一股威压。太初的气息，但凡对元石有所了解的修士都知道，这是太初特有的浓烈气息，比以往所见要强盛很多倍。人们甚至怀疑，此石出在太初古矿中。石屑簌簌坠落，让人惊悚的气息越来越浓，很多人都忍不住颤抖了，仿佛已经置身于太初生命禁地内。仅一块石头而已，为何带来了这么强烈的恐怖感觉？难道真的是从太初古矿流出的血石？许多老辈人物追问瑶光十方的人，当初那座神庙距离太初古矿有多远？他们是怎样运出血祭台的？瑶光的人一脸的麻木，没有人回应。他们切了6块血石都没有得到什么，不想这块边角料将出神女，实在打击人。扑通，一大块石皮落地，血祭台被切开了1/3，而不知不觉间，一种无比森然的杀机透石而出。内蕴的生灵不像是一个神女，倒像是一个绝世妖魔，让人忍不住站立。许多修为稍弱的人都心惊胆战。退后，这种热闹还是不看为妙。很多人心中惊惧，选择远退，甚至有些人直接离开了石原，不敢再继续待下去了。这可不是惊世奇珍，若是太古的王出世，动辄就要浮尸百万，血流成河，保命最要紧。部分人非常谨慎，忍住好奇与冲动，真的就此离去了。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走，想亲眼见证奇迹。他们对神城的天牢有信心，对几位圣主级人物的手段有信心。砰！又一大块石皮坠落在此地，刺骨的杀意冲出，让人从头凉到脚，心胆皆寒，忍不住颤抖。此时连南宫齐出刀都有了滞涩感，他也生出了恐惧，杀气已侵到了他的骨子中。咔嚓！这一次他出刀不稳，斩落下厚厚的一层上石皮，一股惊天杀意冲出，南宫齐噔噔噔倒退了出去，差点坐在地上。而场外许多人小腿肚子转筋，不少修为弱的人站立不稳，跌倒在了地上。没有人嘲笑，因为所有人都被杀意笼罩，浑身冒寒气，连汗毛都倒竖了起来。咔嚓！不是南宫齐在出刀，而是血祭台自己崩落下一块石片，疯狂的杀意如海啸汹涌了出来，让天地都站立了。锈迹斑驳的毛锋，太古前的战矛，无比的压抑，许多人都在哆哆嗦嗦，极度紧张，向后倒退，更有一些人软倒在地，起了一身的小疙瘩。石中有一杆毛锋，赤红如血，布满了锈迹，几乎要腐朽了，但是它却森然无比，有惊天的杀意，让人站立的气息，让人恐惧的根源都是源于它。血染的毛锋代表了毁灭与死亡，它不锋锐，没有光泽，岁月几乎将它磨灭了，但是杀意却不减。形体将朽灭，而无尽森然杀机却永不消退，蕴含有让天地站立的气息。这是绝世凶兵，一定杀过不可想象的存在。几位圣主级人物神色沉重，分别开口。此矛一定洞穿过盖世人物的躯体，血染凶兵，留下了昔年那惊天一击的无上森然杀机。石中的神女将手持绝世凶兵出世吗？当想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都颤抖了起来，无尽的恐惧笼罩心头，人们颤抖着倒退而去。南宫齐平复心绪，过了很长时间才再次上前，但是可以看到他祭出的银刀在颤抖。噗！突然，那把雪亮的银刀刚临近毛锋，便寸寸断裂，成为了齑粉。惊天的杀意将其搅碎，近乎腐朽的毛锋到底浸染过何等存在的鲜血？无尽岁月过去了，还有这样让人站立的杀意？我来吧！姬家大能上前，他捏住另一把银刀，隔空划刻，石粉簌簌坠落。他没有触及赤血战矛，远离那个区域，想将神女其他部分切出，不想让这把绝世凶兵过早的出世。咔嚓！石皮不断脱落，圣洁的气息弥漫，柔和的光华冲出，漾出一种极其神圣与祥和的力量。这是什么源？银灿灿，像是星辉，又像是月华。一些老辈人物都惊讶。切出来了，一个神女，果然内蕴有一个神女。很多人都震惊，太古的王，一定是太古的王。圣地的太上长老们都震惊了。我看你们拿什么来赌？元烛世家的弟子既恐惧又兴奋，冷笑着盯住了叶凡与李黑水。
不知道这是何种猿，几乎没有人可以认出，连叶凡与南宫齐都不能明晓。它并不是多么刺目，像是由漫天星辰铸成，又像是明月的神辉聚在了一起，柔和而朦胧。它晶莹闪闪，分外吸引人的心神，第一时间看到就会觉得它与众不同，绝不次于神猿，有圣洁的力量在流转。不过，神秘的猿种并不是最吸引人的，当中的神女才是焦点，万众瞩目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此。石原内先是出现惊叫声，而后又死一般的宁静，随后又是海啸般的嘈杂声，所有人都被惊住了。见证奇迹的这一刻，没有人能够平静。石中切出神女来，宛如天方夜谭，重现了10几万年前的传闻。在如月华汇成的晶莹原石中，有一张吹弹欲破的俏脸，非常的详尽，仿若在熟睡，一动不动。紫色的发丝柔顺而又光亮，挡住了半张鲜颜，但难掩其惊世美貌。她的皮肤分外的晶莹与白皙，像是以羊之玉刻成，不似是血肉之躯，给人以很梦幻的感觉，让人以为这是上天的杰作，而非血肉生成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确定这不是幻觉，真的切出来了神女。如星辰锤炼成的奇异原种，散发出的神圣力量冲淡了血色毛峰的杀气，让人感觉到一种舒泰的气机。这是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如此的虚幻？一个鲜活的少女，一个太古的王，绝对是太古的王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与人族一模一样的生灵几乎没有，但有者必是王族。众人注意到，这张绝世仙颜年纪不会很大，甚至看起来还有些稚嫩，不会超过16、17岁。是他手持绝世战矛，击杀过不可想象的无上存在吗？一旦想到这个问题，众人心中就是一哆嗦。少女看似祥和安静，但不一定是她的真实年龄与状态，也许会是绝代的王。人群中，姬家的小月亮与白衣小尼姑用力地抓住神蚕，这个金色的小精灵紧张兮兮，激烈挣扎，想要冲过去。姬家大能心坚如铁，并未有丝毫波动，手中银刀隔空划刻，石粉飞舞，不断坠落。几乎在片刻间，他就将原石切出了少半。神女的少半边身子若隐若现，她身穿金色的纱衣，机体如象牙一般洁白。姬家大能一直在回避那杆绝世凶兵，没有去刻血色的毛峰周围的石料，不让他过早出世。最后，大块的原石几乎都被切出来了，唯有少女的左半边身子未显露，那里有血色的战矛。咔嚓！姬家大能到底还是出手了，石块崩落，不断坠地，将绝世毛峰切出了大半。轰！惊天的杀意像是潮水在起伏，在场的人如坠炼狱中，近乎腐朽的战矛露出一截后，很多人都承受不住了。像是有气吞山河的绝世魔主出世，这是一种源于灵魂的威慑，浩浩荡荡，仿佛正从九天与九幽同时汹涌而来。扑通！不少人忍受不住，杀意侵入骨头中，软倒在了地上，内心恐惧的到极点，大喊大叫了出来。绝世凶兵行可朽，但杀意不灭，快退！诸多修士颤抖着，恐惧着，倒退而去。许多老辈人物都发毛，汗毛倒竖。叮！银刀清明，姬家大能运刀如飞，不断斩落石皮，将蟹毛周围的石皮切除，即将彻底浮现。这时人们敏锐地觉察到了不对劲，锈迹斑驳的战矛似乎不是被少女持在手中。不对，完全的不对，这似乎不是神女的兵器。太古的王似乎被绝世凶兵洞穿了。人们吃惊地发现了这个事实，看起来很像少女琴矛，但绝非如此。骨矛似是穿胸而过，定住了她。啪嚓！最后一声轻响，数百斤石块全部坠落，血祭台蕴藏的奇珍显化了出来。这是一块接近2米高的奇猿，它悬在半空中，并不沉坠，拥有神猿一样的特性，且圣洁的力量在流动。它内部封有一个紫发少女，拥有绝世仙颜，一动不动，看似在熟睡，但是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叹息。一把绝世神矛穿过奇猿，露出一截毛锋，定住了少女，洞穿了她的心脏部位。任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，一个太古的王被人这样击杀了，实在让人感觉震惊。太古的王到底有多么强大，人们难以知晓。有人猜测堪与大地并论，天上地下无敌。时间太久远，纵然是诸圣地也不可能与太古的种族大战，因为中间隔绝了一个时代，有一片真空期。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，到底达到了何等骇人听闻的程度，没有人能够说清，谁也无法回归太古时代去考证。可让天地站立的太古的王，到底为何被洞穿？天上地下无敌的存在，为什么会被绝世凶兵定死了？连赤龙道人、大夏皇叔这样的人物都怔怔出神，很是吃惊。众人心中惊骇，远远的观望，不然无法忍受那种杀意。毛锋森然射人，压迫而来，每一个人都几欲伏倒在地。呜呜！突然伤心的大哭声响起，非常稚嫩，但却无比悲戚。神蚕一下子摆脱了姬子月与小尼姑，冲到了悬在半空中的奇猿前。老祖宗不要伤他！姬家小月亮传音。姬家大能没有阻止，默默站在一边观看。
神蚕并没有被毛峰的杀机吓住，径直扑在了奇缘上，放声大哭，眼泪成双成对的往下滚落。纵然是白衣小尼姑萝莉，也是第一次听到神蚕发音，平日她都不出声，只行动，还以为她是个小哑巴呢。可是此刻她悲悲戚戚，明亮的大眼中噙满了泪水，呜呜大哭，伸出一只小爪子，不断抚摸少女的脸庞。可是她怎么才能活过来？早已被钉死在了那里，陨落也不知道多少岁月了。小乖不哭哦。白衣小尼姑柔声相劝，却没有办法走过去，她承受不了凶兵的杀机。小可怜不要哭了，我都难受了。姬家的小月亮也开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所有人都被惊住了。金色的小精灵难道认识那个少女吗？看到她如此伤心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人们心中都一颤。难道他们间有一段太古往事不成？这实在让人震动。金色的小精灵哭得无比伤心，几乎快昏死了过去，颤抖地伸出金色的小爪子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少女的脸颊，稚嫩的哭声闻者心伤。她似乎在重复一个音节，那是属于太古的语音，没有人能够听懂，但人们猜测可能是那个少女的名字。金色的小精灵大哭不止，一遍又一遍地喃喃着那个名字，泪水长流。所有人都动容，没有想到这个小东西这样重感情，如此的悲伤，人们不自禁想到了种种画面。在那太古时代，大地上生机勃勃，百族林立，诸王并起。一个无忧的少女，虽为一个王，却不谙世事，与金色的小生灵相依为命，在夜月下追逐着，嬉戏着。可惜，终究有一天，她遇到了其他的王，战死在了那个年代，独留这个金色的小精灵活到了现实。稚嫩的叫声，咿呀的哭声，无比的凄悲。金色的小生灵贴在金石上，伤心的哭泣，但呼唤那个名字时却很轻柔，以金色小爪子小心地摩挲少女的脸颊，似乎生怕将她吵醒。有多少往事是去不再来，更何况是太古的往事？他们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，人们不知。神蚕大眼中的泪水不断的淌落，过了很长时间，哭声才变小，最终消失。他伤心的哭昏了过去。姬家大能将这个小东西抱起，送到了姬子月与小尼姑的身前。可怜的小乖，两个少女也阵阵心酸。神蚕可久变，睥睨天地中，傲视人世间。可每一遍都要忘记往昔的一切，也许有朝一日，他会忘记所有，根本不会记得太古前有个少女，有过一段不应忘记的岁月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神蚕会认识这个太古的王，怎么会这样巧合？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他能复活于当世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太古的王如凤毛麟角一般稀少，而金色的小生灵也是王族，他们相识并不意外。赤龙道人开口，或许他们昔日真的相识，或许这个少女是一个久变的神蚕也说不定。金色的小生灵也许感应到了亲切的契机，少女是久变的神蚕，有这种可能？人们吃惊地望向奇缘，里面的少女还略显稚嫩，真的是一个久变后无敌天上地下的圣灵吗？此刻人们才想到，血毛是从她的背后穿透心脏而过，并非正面被击毙，这可以给人无尽的遐想。也许少女不谙世事，是被人偷袭致死的，也许神蚕久变忘记过去，为人所成。太古往事究竟如何，早已如烟逝去，没有人能真正知晓。过了很久，人们才平静下来。这块奇缘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内蕴的少女身为太古的王，同样是瑰宝。咦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吃惊，指着如月光汇成的晶石道：“里面的少女眼角怎么有泪滴？我记得方才没有，应该是金色的小生灵留下的吧？滴落在了缘上，给人造成了错觉。”姬家的大能轻轻一拂，晶石上的泪珠全部消失，可是园中少女眼角的泪珠却依然挂在那里。天啊，难道她还活着不成？这怎么可能？很多人吃惊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。也有人笑道：“你们太紧张了，明明一开始就有泪滴。”对，最初就有，我似乎也看到了，不然被封在里面，纵然活着也无法流出泪水。不可能，起初绝对没有。石园中争执了起来，众说纷纭。不要吵了。姬家大能皱眉道：“他已经没有生命波动。”圣主级人物开口，人们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小友该你切实了。南宫奇微笑看向叶凡，做出请的动作。虽然神女没有了生命，但这么大的一块奇缘，可悬在空中，绝对堪比深渊。袁树谷世家的年轻人纷纷冷笑，他们相信叶凡无论如何也翻不了身了。不要说这块奇缘，就是里面的少女，也是炼器的绝品材料。你拿什么来比？早就说了，他所切出的东西越珍贵，我们的收获越丰盛，因为都将属于我们。凭你也敢与我们争？他们的脸上充满冷漠的笑容，盯着叶凡与李黑水。对方盛气凌人，咄咄相逼。李黑咬牙冷笑道：“你们切出的东西，不见得有神药种子珍贵。”黑小子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么一大块神源，举世难寻，你别嘴硬。元竹世家的一名弟子嘲讽。李黑水冷声道：“在诸圣地的眼中，
神药可谓有大地之资的奇才续命，比神元珍贵很多。况且你们的元谁知道是什么东西？也许远不及神元。可笑，你再嘴硬无用，一会儿我们找人鉴定，你们就等着赔到死吧。叶凡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挥动银刀开始切仙坟。南宫奇这次并没有暗中出手，与另外3位老人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微笑着观看。他们心中笃定，不相信叶凡能逆天。咔嚓，叶凡下刀很猛，一刀就劈下了数十斤重的石料，根本没有打算慢慢分解。小友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切坏我们的奇阵。南宫奇笑着提醒，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样子。你确定我切出的东西会归你所有，而不是你的一切会被我赢来？叶凡收刀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你应该没什么希望了。南宫奇笑着捋了捋胡须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们等着看你能切出什么稀针来。袁术谷世家的年轻人全都嘲讽。好，今天我来逆天给你们看。叶凡平静答道。听到他这样说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色，包括几位圣主级人物。朱圣子与朱圣女全都望了过来，一些糟老头子也一阵惊疑不定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。咔嚓，叶凡第2刀落下，又斩掉了10几斤石皮，根本不手软，像是在削萝卜一般。有一名老人提醒道：“小友，你是在切仙坟，不是在剁菜，还是小心一点吧。”是啊，老头子我看着都心疼，万一切坏仙针，悔之晚矣。旁边的人都心惊胆战。叶凡笑了，刀锋一转，石屑纷飞，动作轻灵了起来，一刀一刀挥斩，不再大开大合。忽然，一股无与伦比的神圣气息冲出，仙坟流光溢彩，大放光华，非常神秘。仙坟中真的有仙针，众人震惊。咔嚓，叶凡一刀劈下，许多大块的石皮皲裂，脱落了下来。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2道金光射出，如2把火炬在熊熊燃烧，那是2道目光。叶凡果断倒退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切出活着的生物。天啊，仙坟中有生物，目光如火炬。天成的古坟葬有活物，天风的仙坟中蕴有仙灵。一片惊呼声传来，所有人都呆住了，震撼在当场。其中一个声音最为突兀，大叫道：“火眼金睛的孙悟空！”别人不知道孙悟空是谁，叶凡却明晓，他知道一定是庞博在大叫，他肯定也来到了现场。古老的仙坟流光溢彩，神圣祥和无比，谁也没有想到里面会有一个生灵。仙坟古老的石皮皲裂，如琉璃宝塔一样晶莹，绽放光明，像是人世间最瑰丽之物。它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近乎剔透，宛如世间最珍贵的七彩宝石铸成，非常的梦幻。原本它古拙无华，可是今朝一见天日，却如神月横空，银华垂落，圣辉迷蒙。面对那2道如炬的目光，叶凡以原主所困天地，将仙坟与自己隔绝，如飞一样倒退而去，没入人群中。所有人都被惊住了，没有人可以平静相对。这不是别的石头，而是一座仙坟。天成的古坟内蕴活着的生灵，可谓石破惊天。难道真的有仙灵出世吗？亦或是说古墓中有生物涅槃复生？还是说又一个太古的王出世了？震撼过后，众人是无尽的恐惧，全都倒退了出去。尽管气息圣洁，但是也许下一刻钟就会血流成河。快退，赶紧离开这里！不少人大呼，神情惶恐，向远处冲去，一刻也不想停留，像是在躲避洪荒凶兽。今日所有人都大开了眼界，各种奇珍阶层目睹，见证了奇迹，但当下却可能有生死恶难。他出来了，他从仙坟中出来了。不少人小腿肚子转筋，几乎无法移动脚步了，难以逃离，因为此时高天像是压落了下来，不断沉坠，一股莫大的威压降临。众人惊惧，一片大乱，想逃离此地，保住性命。莫名生灵出世，威势如此炽盛，让人忍不住颤抖。这是源自灵魂的威压，像是上位者在俯视蝼蚁。姬家的大能第一个出手，五指齐张，5道电芒射出，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张神网，包裹住仙坟，想要将其打入正中的阵纹中。那是他们为血祭台刻好的道纹，不曾此时并未切出活着的王，仙坟倒出现了惊天意外。噗！电芒崩碎，声音并不大，有让人胆寒的能量波动破灭。仙坟中伸出一只手，一下子就抓碎了神网。姬家大能一击无功，未能将其打入阵纹中央，仙坟纹丝未动，一双有力的手爬住仙坟，撑大裂缝。咔嚓！仙坟全面皲裂，一双手臂最先探出来，同时那2道目光更加璀璨了，如2盏明灯一样烁烁放光。手臂生毛，这肯定不是什么仙灵，这是什么怪物？金色的毛发，人形的手臂，这是什么生灵？众人飞退，口中大叫。许多速度的快的人早已没有了踪影，不过更多的人选择在远空观望。诸圣地的十方有明文规定不能飞行，但是此刻谁也不在乎了，性命最要紧，全都腾上了高空。枪！
大夏皇叔出手，9道真龙气出体，奔腾嘶吼，与真实的大龙一样，一下子就缠绕到了近前。9龙卷坟，将其缠住，将脱离地面，打入到文间，玉船送进神城天牢内。嗡！虚空如一面大鼓，被人雷动的颤抖了起来，嗡嗡抖个不停。在仙坟内射出2道光束，吞噬龙气，将9道真龙慢慢分解，破灭在空中。那是他的目光，竟然这么恐怖！双目可化龙，这到底是什么生物？如此强大，纵然是一些老辈人物，也都心中悚然。这个结果让他们冒出阵阵凉气。诸圣子与诸圣女都神色严肃，站在空中，一瞬不瞬的凝望。尤其是大夏皇子，表情无比的严峻，双目犀利，盯着仙坟。轰！突然，第3大寇徐天雄出手，翻掌拍了下来，一方大印在其掌指下浮现，上面龙虎争霸，道纹密布。大印古拙，不知道有多么沉重，缓缓向仙坟压去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有窒息的感觉，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了。轰！仙坟中那个生灵没有任何花招，直接一拳轰了出来。那生有金色毛发的手掌闪烁着金光，似有破天之力。他一拳打出，虚空如画卷，哗啦啦抖动，似随时都会被撕裂，将阳刚与霸气展现到极致。砰！长有金毛的拳头打在古朴的大印上，发出一声大响，远空众人耳骨嗡嗡作响，许多人立身不稳，差点坠落下高空。大印慢慢消失，无声无息的粉碎。那只金色的毛手也有些颤抖，独自停在空中，而后慢慢的收了回去。3位圣主级人物相继出手，显然已经看出了什么。身为大能的傲然并没有围攻，不过却分开将其包围了。而仙坟中的生灵也没有急于暴跳出来，似乎在思量，绝不可能是一个只知杀戮的凶物。赤龙老道向前迈了2步，仙坟中的生灵似不再平静，轰的一声，彻底撑碎了古坟，大步走了出来。这种生灵是……远空传来一片惊呼声。这个类人生灵气势非凡，有一种高昂的战意。他并不是多么高大，不足5尺，但却非常的结实，具有人身，密布金色的毛发闪闪发光。他虽然并不是雄姿伟岸，但却拥有强大的力感，举手投足似乎可以摘星拿月，轻轻动作间压的虚空都扭曲。他像是猿猴，但更类似于人，只是金毛密集，难以将他归为人类。站在那里，竟有一股舍我其谁，唯我独尊的气势。这是一种天生的威压，仿若是矗立在云端的上位者，睥睨天地间的生灵，一双眼眸金光四射，火光如炬。传说中的猴子孙悟空，叶凡也生出了这样的念头，当然他也只是想想而已，并不会当真。在这个生灵的脚下，有一堆破裂的神元，夹杂着五彩之色，光芒炫目，但却难以掩盖他的威势，火眼金睛，扫视所有人，让人心神悸动。此刻他是天地间的唯一，无论是神元碎块，还是不远处的神女，都被人忽视了，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他。这是10几万来人们切出的一个真正的活着的生灵，一个强大的太古上位者，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王。瑶光的人脸色大变，不仅仅是损失惨重，还因为这个强大生灵的出世，让他们阵阵不安，很有可能会摧毁十方。仙坟陈列在这里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。自从被元术宗师否决后，一直没有人理会，不曾想里面有活物。且很显然，这个生灵早已觉醒，只是一直未出世而已。也幸亏今日切了出来，不然将来他自己突然跳出，指不定会有什么大乱呢。砰！忽然，姬家大能再次出手，一只漆黑的大手画出，遮天蔽日，整片石原都被覆盖了。黑色大手横空，如乌云压了下来，正是虚空大手印，压得虚空不断塌陷。这个身披金色毛发的生灵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张口吐出一道金光，气冲斗牛，强大的气息让观战的所有人都一阵颤抖。他口中喷出的金光抵住了黑色的大手，如惊雷轰天，响彻神城，像是一颗大星毁在了星域中，恐怖到极致。赤龙老道古旧道袍随风展动，一步一步向前走来，露出金容道：“这是太古的王族。”王族！当听到这句话后，许多人倒吸冷气，更多人火速飞退，恨不得躲到天边去。太古的王如凤毛麟角一般稀少，堪与大地并论。道兄，你确信他是一个王族？第3大寇徐天雄问道。赤龙道人点头道：“他是一个王族，但不代表是他已经成为太古的王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他还没有成长起来，还没有长成的太古王族。”人们更为吃惊了，还有可怕的成长空间，还未达到巅峰就已经这样战力惊人。要是真成为太古的王，将会有怎样的威势？这是太古王族中的斗战圣元，是天生的斗战圣者，即便是在太古时代，也寻不出来2、3只。赤龙老道说出这样一番话语，让在场的人更加心惊肉跳了。专为斗战而生的圣元，光听名字就知道他的地位。此刻，这只斗战圣元的神态也表明了他的超然，火眼金睛，
战意高昂，睥睨四方，举手投足似可破天。未成长起来的王，一个天生的斗战胜者，让几位大能都动心了。要是眼下可以收服，将来会有怎样的一番天地？光想想就让人震惊。姬家大能出手，截天指弹出，5道真龙化形，扑向前去，要将斗战圣元缚住。砰！这头圣元浑身绽放金光，每一根毛发都晶莹了起来，竟有一股宝香庄严的神韵。他简单而又直接，一拳就轰了出来。不！石原中传来破灭的声响，这头还没有长成的斗战圣元，一拳就粉碎了5条真龙，破解了虚空古经中记载的无上秘术。果然是天生的斗战胜者。所有人都心惊，这头圣元力可破天，并不魁伟，却有拔山之势。远处，叶凡没有飞上高空，而是与李黑水在竹林外观看。他觉得自己的血液流速有些加快，急忙压制，掩盖了下去。赤龙道人上前，伸出一只赤红如血的大手抓了下来，攥向斗战圣元。他一出手，几位大能都变了颜色，怕这头太古王族被其收服。斗战圣元亦变色，浑身金色毛发倒竖，体内神力9转，体表有9道神光闪过，越来越炽盛。斗战圣元一族的9转天功。赤龙道人不敢大意，大手上有赤龙缭绕，发出了响彻天地的龙吟。人们很吃惊，不知道赤龙老道为何对太古王族这样了解。不过此时没有人多想什么。9转天功一旦运转起来，可与天神势比高。斗战圣元每一根毫毛都如电芒闪烁，灿灿生辉，强大的战意，恐怖的杀意，如海啸冲击。砰！他火眼金睛，打出了霸绝天地的一击，毛茸茸的金色拳头一下子击在了血色的大手上。9重神力一重接着一重，先后向前冲去，可以说9击动天，威势无与伦比。强大如赤龙道人也神色凝重，大手上赤龙昂首，与血手合一，龙吟动天地，不断震颤，赤霞刺目。他不得不如此，因为9转天功打出的9重神力不断叠加，一重比一重恐怖，9击合一，可裂天地。轰！像是在移山倒海，又如洪水滔天。9转天功经是9击一出，称得上风云变幻，天地失色。如果放任他出来，不要说天字号10元，就是整片十方可能都保不住，成为飞灰。这就是太古斗战圣元一族中的惊天手段。姬家的大能，北域第3大寇徐天雄、中州大夏皇叔同时出手，封锁了这片空间，以繁复玄奥的道纹隔绝了这里。纵然如此，所有人都依然阵阵毛骨悚然。可以看到场中杀气冲天，如有千百条大河冲霄而上。赤龙老道硬是接下了9转天功的惊世9击，古旧的道袍猎猎作响，但他自己却纹丝未动。咚咚咚！斗战圣元未能撼动对手，周身金色的毛发都暗淡了下去。他一阵摇动，不断倒退，每一步落下，地面都崩裂出一个恐怖的大裂缝。半空中那只血色的大手压落，慢慢逼近，笼罩了他的全身，阵阵龙吟发出。众人哗然，赤龙老道果然可以横行东荒，竟然可能要收服一个太古王族。要是培养起来，今后诸圣的将有天大的麻烦。斗战圣元低吼，金色毛发倒竖，双目中射出2道金光，竟然撕开了虚空。此时此际，时间像是静止了，感觉不到流逝。斗战圣元伸出一只手，从洞穿的虚空中射来一物，亮晶晶、银灿灿，如星辰汇聚而成，正是封有神女的那块奇缘，被斗战圣元取到了手中。他竟懂得空间之术，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眼眸可贯穿虚空来射物。这宗神术光，想想就让人心惊。坏了！姬家大能、徐天雄、大夏皇叔全都皱起了眉头，感觉大事不妙，随时准备出手。轰！杀意如海，奔腾咆哮，席卷高天，像是一尊魔帝跨越诸天，来到了人世间。在斗战圣元的手中出现一杆血色的毛锋，虽然锈迹斑驳，近乎腐朽了，但是却与他合一，爆发出一股惊天的杀气，似是勾动了9天星河。这天在摇，这地在抖，人心也在颤。他手持凶兵抵住了赤龙道人，傲立于场中，同时间周身神芒四射，卷动地上的神元碎块，附在其元上。尤其是他拔出毛锋后，神女身上留下的那个血洞，更是有5色神光冲进，氤氲流转，被彻底封住。众人倒吸冷气。斗战圣元将那把绝世凶兵取到了手中，简直如虎添翼。他傲视四方，眸光如火炬，非常迫人。是！斗战圣元手持血色毛锋，大步上前，向前刺去，血光冲出，直取赤龙道人的喉咙，凛冽杀意弥漫，铺天盖地。如果是一般人，不要说迎击，在这种杀气下就得瘫软在地，被搅成肉泥。可是赤龙道人何许人也？他根本没有退，手指如芒，点向前方。81道血色剑气贯穿虚空，打到了前方。枪！斗战圣元猛力一抖凶兵，战矛乱晃，像是打破了空间壁垒，成千上万道锋芒将剑气全部打碎。
嗡！充满锈迹的战矛像是复苏了一样，绝世杀气更惊人了。它在自主的震动，似是在渴望鲜血。血光闪烁，在其周围竟浮现出尸山血海，这是一幅幅可怕的画面。战矛浸在血水中，血海中白骨沉浮，它浴血而生，化成一道血色的闪电，穿透虚空，击杀了一个又一个绝代高手。惊天一击，洞穿天地，刺死一个头戴王冠的高大身影，最终又化成一条血色的真龙，山河失色，袭插入一个少女的后背，穿胸而过，将她定在了那里。所有人都变色，隐约间闪烁的场景足以说明此兵之凶绝杀过太古的王。他拥有这样可怕的杀气，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。杀过惊天动地的大人物，染过他们的鲜血，虽然不是极道武器，但凶威也足以震慑。光是这种杀气就足以压制一切神兵利刃。斗战圣元池如此凶威赫赫的血矛在手，信心百倍，以太古语大喝了一声，一下子就刺到了近前。赤龙老道以古怪的姿势迎击，他如真龙横天，脊椎骨咯嘣咯嘣作响，像是龙身一样，猛力一摆，双腿如龙尾抽了下来。啪！他摆动出的神芒打在骨矛上，将其震偏，但却未能阻挡，矛锋如血，依然刺了过来，追随他的身影而动。赤龙老道一声轻吟，如龙啸长空，他的手中血光一闪，出现一把血龙鞭，打向战矛。枪！刺耳的声音发出，血龙鞭形如一条龙，与战矛激烈交锋，来回碰撞，火星四射。那条血龙鞭是赤龙老道的一腿炼化而成的，竟然挡不住凶兵。大夏皇叔吃惊，他这样一说，其他人更是震动。赤龙老道的一退绝对是炼器的绝品材料，可是血龙鞭却在轻盈，似乎承受不住了。再这么可能，那杆骨矛都腐朽了，眼看就要断裂了，怎么还会如此的坚固？